人类的大脑像宇宙一样，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似乎藏有巨大秘密。宇宙的很多特征都可以在人的身上找到，比如在人类的耳蜗和螺旋星系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螺旋形状。中子星的外壳和人体细胞膜的形状基本相同，闪电的分支和人体静脉网络的几何形状相似，等等案例。因此，有人提出，整个宇宙其实就是个巨大的生命体，或者宇宙存在意识之类的说法。当然，这些说法只是猜测，但有科学家表示，人脑和宇宙的相似并不是什么巧合。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瓦扎与维罗纳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费莱蒂，二人通过定量分析，比较了科学中两个最复杂的系统：人类大脑神经元网络与宇宙中的星系宇宙网络。结果发现，这两者明明是完全不同的物理分布，但却形成了非常相似、不可思议的复杂组织结构。人脑里有将近700亿个神经元，组成1000兆个神经连接，神经元形成节点，神经纤维等构成神经网络，让我们可以去思考，拥有情感。然而，人类大脑里的神经元占大脑质量比例约25%，其余75%则是由水构成。再来看宇宙，目前可观测宇宙中估计至少有1000亿个星系，所有星系都透过有形的尘埃、气体或无形的暗物质组成的细丝相互连接，并且宇宙中只有约25%的物质可见，剩下的75%则是不可见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由于这两个系统具有如此惊人的相似特征，研究人员将大脑皮层及小脑的部分与模拟的宇宙星系网络进行了对比，测量这两个系统中微小物质波动的强度，计算两个系统的功率谱密度。结果表明，大脑在1微米到0.1毫米的尺度上，与宇宙在500万光年到5亿光年尺度上的物质波动一致。还有更有趣的发现，用来模拟宇宙模型所需要的计算机存储量和人脑的最大记忆存储量相当。畅销书《海奥华预言》的作者声称自己被雌雄同体的外星人绑架，带到了一个名叫海奥华的星球上。外星人通过心灵感应对他发出指令，写下事情的经过。书中说，超智灵是宇宙的核心，以第一种力量原子爆炸创造了宇宙，以第二种力量创造了原始的动植物，以第三种力量创造出了人的原型。而超智灵所创造出这一切物质世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满足他的精神需要。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能量体，所以需要在物质世界中寻找精神体验。而为了这些体验，他使用第四种力量，一种纯粹的精神力，将极其微小的灵魂植入人的体内，在人的肉体死亡后，灵体便会带着物质意识回归超智灵。看到这里，我们一起开一开脑洞，有没有可能宇宙就是某个巨大生物体的大脑，甚至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生物体，而人类只是高等生命的一个神经元，最终会把搜集到的信息集中传输到宇宙大脑中。尼古拉·特斯拉曾经说过，宇宙中有一个未知的数据库，人类的思维意识以及知识都在那个数据库中，人只是个接收器。再来大胆地设想一下，当我们大脑中的那些神经元如果放大到足够大时，也能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个个宇宙网，有星系，有恒星，有行星，也有生命。而那些生命或许也会称大脑本体为超智灵呢？